明明我们都好好说嘛，可对啊，是为什么到后来都会吵？到底是讲的人的问题，还是听的人的问题？我都觉得我还没去，他的防备姿态都出来了。他很常会是先想好他要回我什么，或者是他一开始就会说怎么了吗？哦，一开始就先讲。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大家好，我是莫。我们这一集要聊的是，在沟通的这个过程中呢，很常我们会是在讲的这一个人都会觉得我们是好好讲，可是呢，总是会被误解。到底是讲的人的问题，还是听的人的问题？我也很想知道，你知道哦，就是明明我们都好好说嘛，可是为什么到后来都会吵？所以我们这一集总共会探讨两个情境，一个是在伴侣的关系之间呢，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是可以分析？那分析完之后，不管我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我可以怎么调整？那职场的关系呢，我们也会小小的探讨到一题哦。好，那莫，你之前有被误解过的经验吗？有工作比较常被误解。我如果先讲的话，这一集可能就聊2个小时。对，但是可能先从你的题开始。就是我之前的工作，因为我是主管嘛，我伙伴可能有好几位，但有时候是真的在工作过程有一些出错，那确实是出错。就是我很常要去找某一位特定的人沟通，但因为我太常去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都只要我只是想到说我今天又要找他沟通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还没去，他的防备姿态都出来了。因为他很常会是先想好他要回我什么。那你是感觉到什么？知道他现在是在防备姿态？因为我们是远端嘛，所以比如说我用讯息问他有没有空，他可能就会很久才回我，或者就是他回你的时间已经不寻常了。对，或者是他一开始就会说怎么了吗？哦，一开始就先讲。对对对。那所以你那时候这样在跟他讲的时候，你有说了什么？可是他误解你吗？比如说，因为我们以前是要值班，线上要值班，现场设备有问题，我们一定要 key 单，接单的公务他们才知道说，哦，这东西坏掉，他要接单。很常是他其实忘记要去 key 单，但他会一直说是系统坏掉。哦，对，那别人用系统都没有问题，他的系统很容易坏掉。那因为其实我很常是。我有点太生气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讲出来的话也没有很好听。我有时候就会说想听。我有时候就说，那我觉得蛮奇怪，为什么大家用系统好像都没什么问题，那每次你用就有问题，就我可能就会讲出这种话，那对方可能就会觉得说，哦，他又要被指，但是确实刚刚那段话感觉是有点像指责了。我觉得就一半一半呐。对啊，因为我们也很想知道啊，为什么100个人用都 OK， 然后过到你这一个伺服器的时候就出问题。就是最难的是我要跟他沟通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我还没讲到正题的时候，他防卫姿态一直出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讲下去。所以我想说，是我讲话有问题呢，还是到底是他真的容易误解我的话呢？如果过去你再跟他，我们一个一个来嘛，比方说我们用讯息，对，然后正常聊天就直接聊嘛，对。可是如果他说，你有空吗？我们聊一下。如果每次在这段话之后接的都是要跟他沟通的事情，所谓沟通的事情就是他有事需要处理这样。对，他大概这个印象叠个3次。你只要再问他有空吗，他就会下意识觉得又怎么了。对，而且我觉得不排除还有一点，就是你说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没做到吗？我觉得他一定是知道的。对，所以如果他是没把事做好的人，对，那他的主管又突然说，我要跟你聊一下，这个已经未必是你做了什么，他才有的那一个防备姿态。更多时候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就是没做好心虚。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谈第一个。可是第二个，当我们今天跟对方说，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其他同事 key 这个系统都没问题？对。可是到你这边的时候就这么容易故障。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本身虽然说它带有一点指责意味，那我只是这样解析一个东西，这句话本身会有它的效果，而也容易被别人拿一个点来反攻击我们，就是所以我现在讲的话你不信哦。会，他就是会，他会这样回我的。对，他就会这样回。所以其实那一句话，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我们使用的语言，让别人有机会拿这个点来反击。因为我们在那一个当下，并没有一个十足的证据
证明它真的不是故障。所以我觉得，如果以着这一题的概念来说，我们更像是要确认的事情是，他说的是故障，对不对？那我就会请他下次故障的时候截图给我。就先截图起来。对你之后操作的时候有故障，你要立刻截图。对，那我才可以请工程师帮你找原因。这是一个好方法，我那时候没有想过。因为如果你要这样，我就顺着你的话，让你没得闪。对，因为如果下次你没有 key， 那你又没有截图故障的图给我，那我就会没办法跟公司这边做回报。对，因为其实我跟你都一样，我们都希望现场的工作好，大家协作是顺利的。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容易遇到故障，我也想要陪你排除这样。你这样讲完之后，他就没得闪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到底要怎么问会比较好？如果说你的工作形态，对不对？是很长都只能远端，然后你就只能用讯息。那这个时候我反而可能会比较推荐的是开门见山，直接打电话。对，因为你打电话的时候，你比较可以传递你的语气跟掌握他的状态。懂。而且还有一点是，如果这件事情它处理是有绩效性的，我只是依靠文字的话，我整个处理的节奏会比较慢。而且第二个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境，我不会那么留意他的防备姿态，因为他防备姿态是肯定的，我已经预设了他防备姿态是出现的几率很高。对。但是这件事我是势必要跟他沟通。对，所以我更可能的会是跟他说，比方说，姐，那个我刚有发现这一个情况，那我想说你平常都是会主动 key 的人，那这次没 key 到，我想说电话关心一下，因为我要赶快跟公务那边回报。那这个时候我就看他怎么讲，他就说没有啊，又故障了什么的，对不对？那我就说 OK， 我明白，因为如果你是故障啊，你那边有没有截图下来？因为我要回报给工程部，对，或者我要回报给资讯部这样，那日后因为会需要的是这一个，你这边还是说我另外跟你约个时间，我陪你过一次你整个 key 的这个流程。因为如果我陪你过完之后，那日后因为你也知道我自己也是需要处理到考绩，那我也很希望你这边在整个做的过程当中，你对你而言也是顺利。对，有些人大家听到这边他就知道语带威胁了。对，可是我觉得那个概念是我也不怕威胁他了，因为对我来讲呢，他已经不是一个有好的配合态度要来跟我对，所以我等于在使用的文字上我会留有余地给他，但是我同时也会暗示他在乎的事情，其实我再怎么以着善良的角度还是有限。对，那当这样的资讯过去，就看他怎么讲。我们刚聊职场嘛，现在聊回伴侣，沟通的过程会产生争吵，产生误解，到底说的人可能会出现哪些原因造成别人的误解，又或者是听的人到底他们是怎么思考，才会造成两个人总是没办法沟通到点。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其实说的人他真的只是想表达关心，他可能讲话的内容都没有什么脏字，但是讲完之后听的人那个马上就会不耐烦这样子，对，就觉得说你好像又要讲我什么了，就是那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变成那样的。我自己之前的经验是有看过说，有一对夫妻他们在对话的时候，然后我看到其中一个人他在关心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其实说法都是带有很严重的批判感。他就说啊，你每次都准备成这样，你这样怎么可能有办法做得好？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是呢，那一个人他就是讲这句话的这一个人，他会完全的以为他就是在关心别人。所以那时候我在旁边这样看的时候，那我就看到被他这样讲的另外一个人那个表情在我面前就有点尴尬。对，那我其实那时候在观察，我就在想说，那为什么这一个人说话的关心模式是比较偏这种指责型的？后来啊，我反而是在闲聊的时候，我就跟那一个有说这句话的人在聊天。我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话关心，一切都源自于他的那个爷爷跟他的爸爸。他们也是这样关心他的意思。对，就是他们这个家庭里面，他承接下来的，他们对于人的这种关心是很直接，会直接念或者直接骂。对，当然也会有直接讲，没有到骂的时候，可是其实那种否定感都是要直接告诉你错在哪里，怎样才是对的。可是呢，当他习惯这样的模式之后，他等到跟别人结婚了，
他就不会去意识到别人不是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对，所以对于另外一个人而言，他在接受那一种关心，他都会很不舒服。可是呢，这里他很容易出现的一个盲点，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说的这一个，就你怎么会这样做，又没准备好，你这样怎么做得起来？如果我的说话跟表情态度是这样，而我又认为这一整包就叫关心，对，那他会进入一种判断，就是他会判断每次我在跟你沟通，我在跟你对话的时候，你总是要误会我。对，我的关心，我的用心，你都不在乎。所以当他进入这种判断的时候，他未来在跟这个人对话，他就会更容易压起来。有几种情况嘛，一种就是好啊，如果我每次关心你都要被误会，那就不要啦，那他就会变得更冷。筑起一道墙，连讲都不讲。他筑起那一道墙的时候，不是他不关心，他压抑他的关心，可是呢，造成了他自己会觉得这不是我对待一段关系最好的方式，所以我现在在演，对，这个不是我最想要的样子。好，但是我为了你，我不想要再被误会了，所以我就这样做。另外一种就会变成是，好，如果我要这样关心你，要误解我，好啊，那如果要吵就来吵啊，因为反正你都要误会我嘛，对，我让你看什么才叫骂。其实我觉得人是这样，我们使用都是同一个国家的语言，可是其实每一个人会有他自己人生的独有的语言。对，那他人生独有的语言，就像我表达关心，有的人是用指责的类型表达他的关心，对，可是有的人他表达关心是真的，他可以好好的把那段话讲出来，就完全是关心，对不对？那有的人他需要别人的关心，他也会跟对方说，其实我现在很需要你陪我。可是有另外一种是，我要跟你吵完之后，我去隔壁了，我出去外面了，我离家出走了，我就是要用这个动作让你来找我，这个动作就叫做你要来关心我。所以是每个人使用的语言都不一样。对，那并不是说刚刚的那些语言是对或错，因为我知道有些时候听到这边。可能比较有个性的留言就会留说啊，他都自己要离家出走，我还需要花时间找他，这么生气啊，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惯性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可以设想到这一点，就是呢，今天虽然我们使用的都是繁体中文，对，可是我们也要意识到每一个人使用语言，他自己的习惯、他自己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就回到刚刚那一题，就是今天如果是说的人很容易被误解，尤其又是表达关心的时候，我觉得其中一个很有可能是原生家庭的影响。那这个有办法改吗？有啊，就是他只要搜寻打造36度关系，对啊，真的啊，因为我们课程其实针对这一段有很深入的探讨啊，对啊，因为我觉得通常如果我们要真正去改整个说话形态，其实它有更重要的前置作业，是我们如何重新去思考人这件事情，对，我们如何重新去理解自己，是以着怎样的思维脉络才会延伸这样的沟通惯性，而在这样的沟通惯性里面，我们需要想透一些点，那你下次再跟别人沟通，你就会在准备要开口以前，你就会立刻联想到说，我需要换新的，因为每次结果都一样，只能换新的方式试看看。有一些人他说话的方式可能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因为在他们家都是这样，对，所以他会认为我跟别人相处的这一 part 就是一个大家都通用的，可是其实没有通用，对。那另外一个听的人有没有可能是原生家庭的影响，造成他在解读别人的资讯？有可能啊，其实也有，对不对？因为你像我最近有看一部剧《爱情不需翻译》，对，最近很红啊，对，然后它里面其实每一个角色都是有童年的伤痛经验。女主角她一直有一个判断，就是我是一个不幸的人，从来没有人爱她，她没有人可以依靠，她只有自己，所以她心里出现的那个就是我就是一个不幸的人。当她判断了我是一个不幸的人的时候，她在解读别人的行为，即便别人已经打算要靠近她了，她都会认为好，那你这样就是我不好。对你好，那你这样的话就是你已经不要我这段关系了，那我再努力都没有用了，他就很容易往那边去解读。其实很长因为我过去我也很常是这样的。对，因为我自己也会啊，对啊，就是更容易把别人以温度降下来的行为，对，直接解读成一种你
不在乎这段关系，或者你好像这段关系你不要了，对，那他就会触发的是我们那一个要赶快保护自己的心态，对，所以一旦我发现别人要找我讨论事情，可是我第一时间我打算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找我讨论这一个，我一定要更快的去把你们整个推掉，对，那这样他有可能他会解读不到别人要跟他讨论的这件事情是真正要改变什么调整什么，而改变或调整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结果需要。对，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比如说我真的很容易误解别人，其实在那个讲的过程，讲的那一个人其实也很不容易，对，因为他必须得要把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要非常的，有点像是非常的小心，不要让对方觉得说你又想要说我什么了。对，尤其又刚聊到一个情境是，你不要那个印象已经叠起来了。他已经连续这样大概叠了3-4次，后来他还要再这样好好讲，他再怎么修饰，其实难度用高。那假如真的不小心叠起来了怎么办？不小心叠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有真正约个时间，好好把这些事情的始末好好的聊清楚。对，但是我觉得更好还是要去了解双方的生长的过程。对，就是会有这样解读的习惯是因为什么？而且那一次的对话也真的不是要吵，因为有些情况是因为那样的状况太痛苦了，所以我想要赶快把它解开。对。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沟通我们在安排的时候，更重要是能不能在那一次的时候，让双方在聊天的过程，让内心压抑的情绪可以流出来。因为我觉得有一种沟通它仍然算有效，就是你在聊的过程，那一个人的情绪因为这样整个倒出来。那倒出来的时候，眼前的这一个人并没有逃避，而是他也把这个情绪接下来，就陪他一起梳理。对，那他梳理下来的时候，他那个人接下来他也会有情绪嘛？对。可是他有情绪的时候，他也可以在讲的过程，再把他的情绪再说出来，而不是倒出来嘛？我也讨了卡了，对，也不是。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让双方心变得更靠近。对，所以其实聊回，如果以跟解读有关的，我觉得两个都很有可能是原生家庭影响。那这里的解法其实更简单的就会是去交流双方原生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分别有哪一些是谁，那交流一下彼此小时候到长大这段时间经历过哪些事，那慢慢就可以知道说，大概就是那些事。那其实两个人也要非常很愿意这样做交流，因为其实有时候那个过程也是有点痛苦的。我觉得它就会是一种以阶段性来讲，暧昧到热恋，然后热恋到平稳，平稳到变习以为常，对不对？这是一个好的路径嘛。如果是吵架的话，就会是吵架，然后到防卫，然后到冷战嘛。那如果冷战很久的这一段的人比较难。如果是以我们刚刚谈的那一个解法，它比较适合是在热恋，然后到已经平稳了，而这段时间开始起了一些小争执的时候，只有起几个小争执不能起10个以上的，不要全身的疹子对，趁那个时候赶快，那都还来得及。对。如果以说法上来讲，我觉得特别留意一件事，我们可以接受的说法，跟别人听到会不会舒服？它未必都是画上等号，那一定会有可以接受，也一定会有不行的。那只要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去论对错，对，而是针对两个人都针对眼前这一个人，去找出双方都相对比较可以接受的对话方式就好。那我要如何确保，就是我在沟通的时候不是说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要去厘清是不是我们自己说话造成就是别人的误解，对不对？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标准嘛，比方说我自己说话的时候，当天的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带着情绪？那因为有情绪，它就会联动一些事情。对。第二个就会是我在说那些话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回推过去跟他沟通的经验？我只要是这样讲，对方总是会误解到那一边。可是我明明不是这个意思。对。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可以去问一下自己的朋友，我这样讲，你会误解成我要往那边走吗？那如果5个朋友都不会，那就代表可能是那一个人的解读方向习惯了。那这时候再来想说是我们过去的经验造成的，还是他小时候或者他以前的经验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到说法的部分。那再来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适合思考，就会是说我们当时使用的说话方式究竟有没有很深的那种否定感。如果没有很深的否定感，我们就会只针对某一件事情要怎么做，对。那当然稍微再细腻一点点的，就是那样会更好。你不觉得这样比较好吗？那代表原本比较烂吗？那所以这一种说法有比较词意味的，也比较容易造成一种是别人会感觉到否定。所以因为以词汇的东西要教比较多啊，那课程在讲。可是如果说我们真正要谈的可能否定感，然后这种否定感呈现的方式，你就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那原则上如果这些都没有，你就真的都是好好讲，还是表情都和缓的，那你使用的文字也都很精准，而且呢时机点也很对。但是对方还是往那个方向解读，那我们至少可以先假设那一天我的表达原则上没有太大问题。对。可是呢没有太大问题也不代表就是对方全错，而是会不会是我使用的语言对他来说是他比较容易听不懂，或者他比较容易被误解。可是呢两种思考，第一个我也可以这样啊，既然我说都没问题，那错就是他，那以后他就是要改，这是一个方式。如果往这个方式去，那就要看对方要不要改。对，因为如果对方不改，我又是对的，那你觉得两个人的沟通会不会变好？不会啊，不会。所以代表你要往那个方向去选的时候，有可能沟通暂时不会变好，这件事情就是必要的结局。那我自己比较推荐的另外一种思考是，既然我已经知道责任不在我这边，可是呢对方老是会误解我，那我还是希望把关系拉回来，所以我就不会执着于我是对的。我更多的时候会去想的是，那如果眼前的这一个人特性是这样，那我要换什么沟通方式，我才可以慢慢的两个人都会越来越好。对，我才会是往这个方向去想。就假如是对方不改的话，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沟通的策略是不是要怎么换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当然你论责任、论对错，那个都很简单啊。那个就切一切而已啊。对啊，对不对？划分过去，黑龙领导来及，对啊，都可以。可是呢，我们不会说这样的选择就是不好哦。我们只是在谈后果要不要，对不对？这个后果是不是你们可以接受的？那当然，我以前是这样的人，我只要认为我是对的，我就不会改了。只是后来才发现说，因为毕竟人真的太多种了。那有没有就是在争论之后啊，反而是两个人感情变好的？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啊，因为我觉得争论这件事情呢，你要看它力道的大小。对，因为有的人的争论是会连对方的家庭都全部攻击的。他说他家的人也会顺便骂，这样都会骂。对啊，那你如果骂到他的家人，或者骂到他重视的小孩子，对，哇，这个有的就不会跟你，我也不行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争论这一个动作会不会让感情变好？他争论这一个动作是无法代表的。对。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沟通的时候，真的两个人对一件事情想法不一样，我们在各自提出自己主张的时候，虽然语气真的会稍微大声一点，对，可是呢，在那个当下都没有人是真的已经失去理智。那你有可能那一次是双方真的把心里的想法都丢出来，对不对？可是丢出来，因为没有太大的伤害嘛。可是呢，丢出来之后，如果争论会让感情变好，那就代表在那一次里面，一定是双方的心里话讲出来没有受处罚。第二个是彼此在听到彼此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愿意去理解，不一定完全认同，可是我们愿意去理解我跟你啊，你认为这个很重要，但是因为我认为不重要，拍谁？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关系会变好，因为他们透过这一个方式更认识彼此心里的一些他的底线也好，他的想法也好。所以你说感情会有争论，争论未必是坏事，前提是你争论的过程没有太大的伤害性，可能彼此还是有点情绪，但是不至于让你觉得说你好像一直觉得我错。对，所以我后来才会看到有一些课是教怎么好好吵架。我自己的心态比较像是说，一直到现在，我越来越清楚知道，吵架它只是沟通的其中一个方式，争论也会有它必要的时候。可是呢，我们未必需要在那么多，比方说伴侣关系，那么常使用争论或吵架的方式去沟通一件事情。对，因为你这样的堆叠1次、2次、3次，到后来有可能你表达关心的时候，别人也会误解。对啊，所以就不是你那次说了什么，而是你之前跟他彼此
互相伤害的什么。对，那我觉得要非常有意思，有时候真的是没有意思的就讲出那些话，对，但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啊，最后就跌位一点啊。好，那最后啊，其实我总结一下今天谈的哦。我们在表达的时候，难免会有被误解，有可能是对方误解我们。那我自己的思考点比较像是，我如何可以说到减少别人误解我的几率。对，这个是我第一个思考点。那第二个，那如果我是怕容易误解别人呢，你就记得，当你对别人有判断，可是呢，你是看到别人说的话或别人做的事情，那你也要记得，你的判断在还没有完全确定以前，你暂时要把你的判断呢当成是一种假设。那这样你就可以减少因为你的误解然后产生的对话不愉快。最后一个其实是找原因啊，从来都不是为了去争谁对谁错的问题，更多时候是为了去找出说，到底我只要更改哪些关键的沟通行为，就可以让两个人的对话越来越顺。好，那这集我们就聊到这边哦。我是 Jaco， 我是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